线索了吗？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，不过牵扯深广，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。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？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野，怎么会扯上魏家村？我在谢家的药库里，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野，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，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。小孩，阿响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响的藏身之地，不过我相信阿响一定还活着。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，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。那火油罐碎片上，分明印着萧南郡的商队编号，这火油分明就是出自萧南郡，可现场留下的标记却是仓木寨的，这栽赃的手法未免过于明显了。你是说，有人想借这场大火来逼出我娘？这仓木寨有什么需要大动干戈的秘密？那必定是你娘朔漠女将的身份。如果真的有人想借这把火引朝廷调查仓木寨，你娘的身份必定会暴露，你爹欺君之罪难逃，定会降罪调离。此人必定是朔漠王。这环环相扣的局，如果没有内应，要如何成事？可萧勋当年做的事太干净，我还需要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阿昭，此事牵扯深广，和你娘有关，还牵扯到你的身世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如果被发现，后患无穷。阿昭，魏家村的事情于你于我都非常重要，我定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但我会小心探查，不会让谢三有所察觉。阿昭，朝中之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若你真的要硬抱我，那太傅定会拿擅离职守做文章，兴许会逼你退居后宫。但军功是你应得的。以前只求马革裹尸，一时痛快，现在只想活得更长，护一人周全。那人是谁啊？谢将军，不妨说清楚。你可会骗我？不会，阿昭，岳神在上，永远不会。我爹希望你接手边军军权，你可愿意？为了你和将军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独自身去和邓仪周旋。明日上朝，我自会去征。
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住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？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？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鸡禽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。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青乌酒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殿下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来这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在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
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。当然了，还有9弟冲锋陷阵，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9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9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是。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2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朵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